李长寿笑道：“刚好我得此机会，从雄心丹之事之中脱身。哦，师伯是否伤了这位柳飞仙？”“哎呀，我与他也是过千年的交情了。”九呼叹道：“自是没伤他，只是按师侄你说的吓了一下，他便全部交代了。”李长寿缓缓点头，两个人继续商量着接下来如何将雄心丹上交到百凡殿中。今后李长寿不会再给太多的雄心丹，一年只供应20克，算他与九呼师伯孝敬门内各位前辈的。只是后面也无法跟师伯五五分账了。李长寿满是遗憾地道了一句。九呼笑道：“这几年也是托你的福。哎呀，这是到此截止，其实是好事啊。毕竟真正有需要的长老们大多都已经用过了雄心丹。倒是那个柳飞仙，师伯处置的可全面啊？除了小九下手狠了些，其他都没问题，不过也都是皮外伤。长寿你且放心，他已经立下了大道誓言，且条目周全，并未有缺漏。稍后柳飞仙便会去求见掌门。只是……怎么？师伯但说无妨。”九呼沉吟2声，问道：“整顿门风，这4个字说着简单，具体该如何下手啊？而且这事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？为何非要让柳飞仙去用这事将功补过？”李长寿的心底略感欣慰。九呼师伯能这么想，如今已经算是大道小成了。心底突然想起师父经常念叨的那几句话，李长寿低声道：“师伯，先有渡仙门，而后有小琼峰，故渡仙门兴，则小琼峰兴。”九呼面露恍然，那浓眉之下的大眼珠子透着浓浓的敬佩。是师伯看得太窄了。李长寿笑了笑，与九呼继续聊门内的其他事。送走九呼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是莫名的感慨。门内之道侣之风已快成顽疾。虽说是上行下效，这风气是被最初那些长老们带起来的，又有某位不靠谱的大佬暗中出手，干扰人教道城内的姻缘。但是这么搞下去，只会有负面效果，没有什么正面增益。人的精力就这么多，都用在风花雪月上，如何保证修行的进度？除非门内搞来几套高明的阴阳和双修道法。有门人弟子结成道侣，去百凡殿内登记领证时，就给他们免费的发一套。但就如独遁一般，双修之法也是难登大雅之堂。在这喘一口气儿就是浓郁灵气的洪荒天地中，修仙就是这般。众炼气士以保护神通根脚为荣，却将双修独遁之法不断的贬低。这个李长寿主要是为独和遁感到冤枉。双修互补之法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高明之处。李长寿最初确实是想用雄心丹在门内敛财，扩充自己的小琼峰防御大阵，这几年收获也是颇丰。但是经过这一次假药的事件，李长寿却发现雄心丹已经开始动摇渡仙门的根基。渡仙门的根基不在于门人弟子，而在于天仙境修士的数量，以及他们冲击金仙的可能性。铁打的长老，流水的弟子，想要在门内待得安稳，渡仙门的长盛不衰才是最为重要的。说到底，这也是我瞎操心。话又说回来，掌门大人修行哼字诀落下了伤病，不知如今恢复得如何了。李长寿突然意识到，以前掌门操心的事他操心，渐渐的掌门不操心的事他也操心，到如今
就连掌门本人自己也在操心。李长寿有些哭笑不得，倒也不觉得心累，毕竟这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命考虑嘛。若门内道侣之风、哼乐之风得不到抑制，长期以往，他小琼峰无事，其他风自行衰败，后继无人，那也没什么意义。虽一个仙门不可能长盛不衰，但是最起码在他自己有自保能力之前，渡仙门不能就此衰弱下去。所以李长寿这几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该想一个什么办法让同门多一些小心，勤于修行呢？思前想后，这事儿总归是十分的困难。所以借着这一次假丹药之事，李长寿当时就下定决心，决定顺水推舟，无私奉献一次。毕竟在李长寿的规划中，他还要在渡仙门中藏过漫长岁月呢。整顿门风势在必行，但是不能由他出面。2日后，养好皮外伤的柳飞仙驾着云从门外晃晃悠悠地回来。这位真仙境执事体态稍富，脸微圆，神情恍惚，目失神。到了山门前，只是躬身行了一个礼，几番犹豫，迈入了仙门。守门的守门的老仙人笑道：“柳师侄，看你面色不对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些心事，谢师叔挂念。”柳飞仙干笑了2声，做了个道揖，低头朝着破天峰而去。他刚驾云飞走，仙势散开，就听守门的几位真仙在那儿闲聊。也不知道是谁这般缺德，竟然炼制了假的雄心丹出来。小师侄那边也没有办法，决定将雄心丹交给百凡殿分配了。哎呦喂，这怎么好分呢？咱们何时才能轮得上啊？当真是想将那炼制假丹药的家伙抓出来，痛打他一顿才出气。我都跟我师姐说好了。于是柳飞仙提臀收腹，驾云飞得更快了一些。去到渡仙殿，柳飞仙徘徊少许，突然冲到那大殿禁制之前，双腿一弯，跪在那儿，仰头大喊：“掌门，内门执事柳飞仙求见。”殿内走出2位守护主殿的长老，一人温声道：“掌门正在闭关，你有何要事？若当真是要紧事，先说来听听，我等可去喊醒掌门。”这个……柳飞仙定声道：“长老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我要当面与掌门言说。”哦，2位长老对视一眼，立刻摇头。按门规，必须由执殿长老代为通传。掌门一人深系渡仙门安危，平日修行也至关重要。你先说何事？我……刘飞仙眼珠子一转，想起了酒壶的叮嘱，突然仰头哭嚎，大喊：“我为渡仙流过血，我为渡仙扛过刀，我要见掌门。”2位长老眉头大皱，刚要动手将柳飞仙擒拿，就听几声咳嗽声传来。掌门无忧道人的嗓音在3人耳旁回响：“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进来吧。”柳飞仙摸了一把脸，连忙起身，2步冲进大殿。小琼峰弟弟李长寿用仙识看到了此处，就没有继续追看下去。他此时也不太敢轻易探查金仙的周遭，尤其还是门内的主殿。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一半在李长寿的算计之内。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丹顶峰柳姓执事找掌门哭诉，痛陈门内大兴道侣之风对门人弟子的修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请掌门开展树新风大修行之事。掌门无忧道人采纳了这条谏言，并且嘉奖这位执事一番，而后召集各峰峰主长老商议此事。紧接着渡仙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
整顿门风运动。但是后续事情的发展一半也出乎了李长寿的算计，因为门内盗履实在是太多了，整顿门风之事维持3个月，无疾而终。提出此事者丹顶峰柳飞仙，近日因为被敲门棍敲得太多了，被长老们重点保护了起来。李长寿深感无奈，行吧，当我白费了功夫。果然不能够强人所难去强人所难呀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将小琼峰炼制成宝物的长远规划，现在开始做了一点修改。从今日开始，一点点构造小琼峰外围大阵，以现有的核心大阵阵基为基础，将小琼峰打造成稳固的整体，然后在必要时开启流浪小琼峰计划。西牛贺州圣人道场灵山附近，那处隐秘的洞府中，一抹金光笼罩在床榻上侧躺的妖娆身影上，将洞内照的是光亮横生。随着这金光退散，文静道人缓缓睁开那双狭长的凤眼，轻声喃喃：二教主放心，文静定会全力以赴。一抹晦涩难明的道韵在文静道人身周缓缓消散，随之文静道人坐起身来，随手拽出了一条长衫为自己披上，漫步走到了洞内的莲花池。终于又能见到我的孩儿们了。文静道人嘴角轻轻地扯出一抹冷笑，圣人老爷高高在上，随时能将他抹杀，却依然防备着他一手。这一次让他去算计西海龙宫与南海龙宫，却只放给了他1/3的族人。龙族虽衰败，但依然不可小觑。要我去施压，再由西方教去渡龙入灵山，当真是想让我孩儿的命去填此事。文静道人沉吟几声，此事倒是跟此前那渡仙门的算计不同，必须要仔细的谋划。先前那场算计只是他随手一挥，虽然结果有些吓人，他几乎就暴露在了那个人教大师兄的面前。此时去算计龙族，应该不关道门3教之事。龙族与道门并无往来，也不会再遇到那个吓人的大师兄才对。念及于此，文静道人的嘴角却是不经意间微微扯了扯。能让本女王大人担惊受怕这么久的圣人弟子，当真也是不多见。哼，还有那个用傀儡灭我傀儡之人，你已经引起了本女王的兴趣。少了雄心丹，财的进账顿时缩减小半。李长寿看着自己面前这刚做好的密密麻麻的阵法设计图，粗略地估计了一下炼制阵基的宝材数量、质量以及价值，禁不住沉吟2声。最长远的规划是将小琼峰法宝化，打造成攻防居住娱乐综合一体的随身洞府。现如今法宝化之路要分3步走，为了稳妥起见，第一步就是将小琼峰打造成沙防一体的可移动复合大阵，并且实现法宝化的最基本要求，可大可小。既然仙力不足以直接炼制整个小琼峰，那么只能由乾坤阵法来弥补，而乾坤道对阵基本身强度要求颇高。李长寿算了一笔账，如果只是靠着自己师父师妹的月供以及小琼峰的固定配额，大概还需要3万年。如果是靠现在炼丹拿去防阵买卖的后财速度，大概需要1000多年。1000年虽然从自己现在的寿元来看并不算多长，且渡仙门也不可能在1000年就倒了，但是总归李长寿还是想尽早的完成，如此才能够多有一点安全感。
于是李长寿花费了半天的时间，制定了几个可以不出门、不暴露自身底牌、不影响门内和谐的赚小财之道。但是综合考虑，李长寿接连打消了几个想法，比如说什么小琼峰困阵迷阵一日游还有什么小琼峰烧烤山庄，这些都会影响师妹和师傅的修行。最后李长寿只保留了一个影响最小、收益也最小的方案，并随手做好这个方案所用的物件，摆在了小琼峰的湖边。权当自喜这大半天的时间没有白费。那是一只半丈高的木箱，侧边打开，其内摆了一只大肚猫的木雕，木雕的漆色都懒得上了。木箱旁边立着一只木牌，上面写道：此物名仙猫卜算筒，但实际为对策筒，会根据你所言话语给出一点建议。使用前请将零食、法宝、丹药等有价值的物件投入仙猫口中，写有对策的竹签将会出现在木箱下方。注：使用默认同意小琼峰对策筒相关使用条款，暂不接受退财服务。小琼峰峰主齐元拜上。哎呀，就这个东西，谁会上当？李长寿摇了摇头，在木箱暗中留下了一小片重瞳珠的蛛丝，随后就飘然而去。回丹房继续炼丹悟道。